臣妾给皇上请安。你怎么来了？臣妾来给皇后娘娘请安的。皇后没心情，你不必请安了。陪朕走走吧。是。皇上看上去累了。朕被大臣们聒噪了2个时辰，又被皇后请来听她哭诉请求。这许家一个公主啊，竟让前朝和后宫闹得如此厉害。太后和皇后身为人母，自然会舍不得孩子远离。一个是女儿，一个是妹妹，朕都舍不得。若非要一个嫁到蒙古去，朕很为难。若是恒提不嫁，非要景色去，那皇后必定伤心欲绝，这身子怎么好得了啊？皇后娘娘有齐太医看顾着，皇上也不必太担心。许嫁之事，过些时日，太后和皇后都会想明白的。皇上到时候就会有个决断了。夜里还召皇后你过来，是有件东西要给你。儿臣身子欠安，未能成婚定省，已是礼数不周，哪还敢受皇额娘的东西？哎，你是哀家亲自挑选的儿媳，何必这么客气啊？这是哀家封贵妃的时候，先帝赏赐的珍珠领约。瞧瞧，这几颗珍珠颗颗圆润。哀家知道你节俭惯了，但景色到了年纪，哀家这件东西就当做给他添嫁妆吧。来，福家。哎，皇后娘娘，巧了，儿臣与皇额娘心意相通。苏烈，儿臣不惯奢华，唯有手头这对彩金鸳鸯，是与皇上大婚的时候先帝所赐，最为珍贵。如今恒提长公主要许嫁科尔沁部，儿臣特意奉上，为了恒提妹妹的妆奁增色。茶水凉了，福家，换杯热的。是。景色是你和皇帝所生，比起那些庶妹，这位嫡公主不知道要高贵多少。景色自己不也总以嫡出自诩，且早早就被封了固伦和敬公主，瞧不起那些庶出的弟妹，自然是她驾驭科尔沁部最合适。景色年幼，说话不知轻重，哪里可以许了人家呢？儿臣把她留在身边，好好教导几年，等出落得有模样了，再嫁也不迟。你等得了，蒙古等不了。自古慈母多娇儿，景色出嫁成了人媳，自然就懂得规矩了，比你这个亲额娘教导要有用多了。再说了，这次求娶公主的科尔沁部是蒙古诸部之首，地位尊崇。这不县城有恒提妹妹吗？唯有景色出嫁才堪匹配。论长幼，恒提年长，又是景色的姑姑，自然是长辈先嫁，再考虑晚辈的婚事。皇上，时候不早了，喝一口安神汤就歇下吧。许家的公主人选未定，朕的心就不安。皇上，太后召皇后娘娘过去，
听说二位主子有点杠上了，福家姑姑派人来请您过去转缓些。杠上了，朕去瞧瞧。朕要是去的话，皇后跟皇额娘一定会要求朕给个说法，朕不能去。皇上，可是太后和皇后娘娘僵持着也是不妥啊。皇后浮躁，事情还没有定论，朕避着皇额娘都来不及呢，皇后却自己送上去。李煜，去请皇后回来。皇上，两位主子在呢，哪有奴才说话的地儿啊？无用的东西。是。皇上，要不这么着，皇后娘娘病着呢，请齐太医去给皇后娘娘送药，也好给彼此一个台阶下。甚好，就这么办。这会让皇额娘认为皇后病着、糊涂着，万一说错了什么，皇额娘也不会和她计较。是。皇上，张廷玉大人求见。他这么晚来见朕做什么？如意，你去屏风后面暂避。是。让他进来。这。哀家已经远嫁了一个女儿，还要再远嫁一个。皇后，你是哀家的儿媳，你忍心看着你婆母伤心？儿臣不敢。皇额娘，永从心上，景色是儿臣唯一的孩子了，他要守着儿臣身边尽孝，也要为了永从敬爱。你是嫡母，皇帝所有的子女都是你的子女，可是恒提是哀家膝下唯一的女儿了，没了她，谁为哀家尽孝？皇上知孝，便是恒提妹妹嫁去科尔沁部，皇额娘也始终有皇上这个儿子。而且，儿臣身为皇嫂，也为了恒提妹妹着急。《诗经》有云：“标有梅，其实七夕。”求我数十，待其吉禧。恒提妹妹已经到了标梅之期，不该再耽误婚期了。你这皇嫂真是不易呀！当年那么多波折，差点儿就是贤贵妃成了嫡府近，成了皇后。若真如此，今日自称一句皇嫂的，该是贤贵妃。若是贤贵妃成了恒提的皇嫂，不知道会不会多体谅哀家呀？贤贵妃无子无女，那蒙古求娶，能嫁的便只有恒提妹妹。皇上也不必被臣子们力谏了。好，好，不愧是哀家自己挑选的儿媳，怪不得连皇帝都夸你十足像极了一个皇后的气度。儿臣多谢皇额娘的夸奖。微臣见过太后、皇后娘娘。哀家正和皇后说话呢，你胆敢擅闯！太后请息怒，皇后娘娘乃是抱病之身，体育须法理，必须得按时吃药，否则的话，凤体难以承受。是啊，太后，皇后娘娘该喝药了，她全靠汤药吊着精神啊。皇后，你殚精竭虑，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子，才能护着你的女儿长远。皇额娘，儿臣一定会撑着身子，与皇上白头偕老，看着女儿出嫁。好，
哀家盼着你和皇帝白头偕老。娘娘，娘娘，你要撑住啊！本宫当然要撑着，本宫一定要等到皇上下旨让恒提出嫁为止。您刚刚顶撞太后的样子，奴婢看了实在害怕。为了景色，本宫就算是豁出一切，也要把她留在身边。臣想来想去，恒提长公主嫁到科尔沁部，还是实在不妥。恒提是嫡公主，有何不妥啊？皇上细想啊，端淑长公主嫁到了骁勇善战的准噶尔部，那么恒提长公主若再嫁到尊贵富庶的科尔沁部，那么蒙古宗亲中的2大部落，那不就都成了太后的女婿了？那么太后在前朝后宫的力量，那不就更增添注意吗？那你的意思是？或许和敬公主可以嫁到科尔沁部。皇上反过来想想，朝臣们的反对未必都是替太后说话，也是为皇上的江山着想。罢了，朕认输，不下了。皇上的心思并不在此。朕想到前朝的事情，心就烦。讷亲带着朝臣们，极力主张嫁景色，不嫁恒提。张廷玉算是和皇额娘较疏远的重臣，他为朕思虑，也说要嫁景色，也不知他是否真心实意。应该是。张大人的话，臣妾昨日也听见了。如若恒提真的嫁往科尔沁部，尊长的的确是太后的权势。这为父为子，为夫为兄，又为95之尊，许多的决断，确实让朕为难。皇上对太后是内疚和忌惮，对和敬公主有着父女的血浓之情。但是皇上更是天下的君王，皇上有着多重的身份，必有多重思虑，那就要看什么在皇上心里是最重要的了。朕是皇帝，是大清的君主，朕的心里面不能只有亲人而无朝局。皇上既然在意科尔沁部，想和他们密不可分，那就只有将自己最信任的人嫁过去，才是最好最稳妥的。朕当然知道，让景色嫁过去最为合适。可皇后才失了永从，朕怎么忍心让她再承受生离之苦呢？臣妾知道皇上的忧虑，但是国有重用，公主先是帝王家臣，才是父母之女。这件事情，容朕再想想。皇上，傅恒大人在御书房外求见。他定是为了此事来求见，他呀，肯定会为皇后母女说话。既然傅恒大人求见，皇上不妨听一听。讷亲他们进宫劝阻恒提远嫁蒙古，皇帝不知道听进去没有？太后别急，您得沉住气。
皇帝都几日没来请安了，有心避着哀家呢。有些话哀家说不得，但须得有人去说。太后是指淑嫔和梅嫔？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讷亲他们在前朝里进言，这后宫的枕边风也要吹起来。可惜呀，淑嫔她情痴根本用不上，梅嫔倒是有心，就是笨嘴拙舌也说不到点子上。皇上近来一直心焦，眼下恐怕只有娴贵妃才能在皇上跟前说进去话。要不要奴婢把娴贵妃找来？咱们主动去找她。但是哀家还不想给她这个脸面。是。不过太后，讷亲大人在朝中可是一直力劝皇上不要许嫁恒提长公主的，可私下里也劝过您。其实，恒提长公主嫁到科尔沁部也不是坏事，毕竟科尔沁部是蒙古诸部之首。长公主若嫁过去，与太后您在宫中朝中的地位也是有好处的。这些，哀家怎能不知？可所有的好处堆到一块儿，都不及孩子在身边要紧。当年恒绰远嫁，哀家就是为了朝廷，不得不先尽了贵妃的职责，尽量不去想哀家还是个额娘。可如今，哀家正日活在对恒绰的思念之中，身边唯一的恒提还有可能再要被远嫁，哀家顾不得那些好处职责了。此时的哀家，先是个额娘，再是太后。娴贵妃来给太后请安。让她进来吧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起来吧，坐。谢太后。这个时候来做什么呀？臣妾是晚辈，是来替太后解忧。前朝大臣们都劝不动皇帝，难不成你想去劝劝他？朝臣们怕是没劝在点子上，倒是张廷玉张大人来面见皇上，说了许嫁和敬公主的好处。皇帝听进去了？臣妾不知。不过臣妾恳请太后知会朝臣们，历承恒提长公主下嫁的益处，极力劝谏长公主远嫁。娴贵妃，您这不是戳太后的心窝子吗？不仅如此，太后还要自己递风出去，让皇上知道，太后已经知道了下嫁长公主的益处，极力要将长公主嫁出去。哀家自己去说，要许嫁恒提。是。当然，臣妾不是真的想让太后嫁女，而是想帮太后把长公主留在身边，所以恳请太后行事，前朝后宫齐力。越是人人知道太后要嫁女，尤其让皇上和皇后知道，越能力保恒提长公主留在宫中。择利而为，是为后妃的选择；力保儿女，是为人母的选择。皇后是额娘，即便她知道，也舍不得自己的女儿的。想必皇后是为母情急，一时乱了方寸，才会不顾病势为和敬公主拼力一搏。这时候太后和皇后谁先定下心来往前走一步，反而可以留住自己的女儿。好处多了，才会让人心动。
哀家自己去造势，让富察氏族按捺不住，必会给皇后施压。皇后是富察氏之女，处处以全族利益为重。如今被自己的至亲逼迫，怕她也无可奈何。哀家小瞧你了，果然是个聪明人。谢太后夸奖。皇上为此事烦心已久，臣妾只想助皇上了了这桩心事，心事一了，朝局也安稳，臣妾也可以略略报答当年太后的庇护之恩。仅是如此？仅是如此。怕你还恨着皇后吧？臣妾不敢。冰雪聪慧，你这脾性，哀家喜欢。皇上还在为蒙古求娶之事烦心吗？皇上别这么看着臣妾，臣妾不胡乱多嘴就是了。说来，臣妾也是和敬公主的庶母，当然是希望公主留在身边的好啊。这还像句话？嫁了蒙古，便是得了实打实的靠山。皇上满心孝顺，自然是希望科尔沁部这般威武的好女婿是给太后得了的。实打实的靠山，这个道理你明白，难道朕不明白吗？皇上当然是最明理的，谁的女婿总帮衬着谁嘛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朕意已决，下去吧。臣妾告退。皇上要本宫和纯贵妃去劝和敬公主啊。是，皇上怕是自己为难。皇上虽然决定让和敬公主下嫁，可心里总是不好受。若贤主和纯贵妃能劝得公主乐意接受的话，那皇上心里也好受些。本宫明白，也是该替皇上分忧，可公主的性子怕是不好劝。和敬公主是皇后所出的嫡公主，性子倨傲，一向是不好说话的。有劳贤主和纯贵妃了，纯贵妃已经知道了，正在赶来，要与您商议呢。本宫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这。主儿，看来您跟纯贵妃有钉子要碰了。也许吧。劝和敬公主这事儿啊，不能越过皇后。午后等皇后服了药，精神些，咱们先去面见皇后。眼下不是应该先去劝说和敬公主吗？皇上并没有让您先去见皇后娘娘啊。皇后娘娘是和敬公主的额娘，这事儿也瞒不了她。父后，是本宫的亲弟弟，怎么能利欲熏心？听朝臣们说，横提下嫁科尔沁部的好处，就这样让本宫同意景色出嫁了。就连张廷玉大人都在皇上面前进言了，
宁再舍不得母女分离，也得为富察氏上下打算呢。本宫怎会不知道，联姻科尔沁部对富察氏有莫大的注意，也可帮助皇上制衡蒙古大部。可是，本宫身为人母，舍不得景色。可傅恒大人说，天大的好处不能给了太后和钮祜禄氏。本宫这一辈子都在为了富察氏，就不能许本宫私心一回吗？傅恒大人说，您病重，不能不想到万一。如果谁还能为公主的婚事打算呢？他们哪里是为了本宫和景色着想？他们满心里只有富察氏的利益。您是大清的皇后，更是富察氏的皇后啊！本宫为了富察氏的荣光，已经耗尽了心血，舍出了一生。结果，连自己的女儿也要跟着本宫一同牺牲。娘娘，应该吃药了。娘娘，贤贵妃来了。今儿倒是热闹，嘉妃刚走，你就来了。人人都往本宫跟前凑。臣妾是来禀告皇后娘娘，皇上命臣妾和纯贵妃去劝说和敬公主远嫁蒙古科尔沁部。皇上思虑再三，宁舍一时之情，也为公主找一个最好的去处。本宫身为皇后，皇上有什么事儿，自然会亲自来跟本宫商议，无需你来告知。再者说，本宫母仪天下，与皇上一心，自然以国事为重。景色是嫡公主，何该为大清的江山社稷奉献一切？皇后娘娘不舍公主，但为了江山社稷，如此通达，垂范天下，令臣妾钦佩万分。您宽宽心，对凤体也有益。你不要总惦念当年差点成了皇上的嫡福晋，现在看着本宫体虚，就想越俎代庖。臣妾还并无此意。皇后娘娘提起这些事儿，这么多年是皇后娘娘放不下，心有执念，难免行事悖乱。本宫是大清的国母，从来行事清明，何来的悖乱？皇上了解皇后娘娘，心系天下，更心系富察氏。皇上知道皇后娘娘会允准和敬公主嫁往蒙古大部，一是为了江山社稷，二是为了公主有个好的归宿，和富察氏互相扶持，延续富察氏的荣光。出身大族的女子，哪一个不是为了家族的荣光费尽心思？当年，你的姑母景元宫，不也如此？她费尽心思，把你塞给三阿哥和皇上，又为哪一般啊？你呀，不过是想费心，也族中无人罢了。臣妾族中是无人，臣妾更无儿无女，不似娘娘般福泽深厚。臣妾能从冷宫活着出来，也实属不易，只想过简单随心的生活，不想似娘娘般被族中亲人逼迫做着违心之事，含泪带笑，更不会和儿女生离死别。你少在这里扮伶牙俐齿，劝得服景色，才算你对得住皇上的吩咐。皇后娘娘请保重凤体，
来日还要送和敬公主出嫁，臣妾先告退了。娘娘，娘娘，你没烫着吧？你消消气，千万保住身体啊！公主，贤贵妃娘娘和纯贵妃娘娘来了。坐吧。公主在看女则啊，想必是崇敬长孙皇后的言行。皇上已经想好了，公主嫁往蒙古科尔沁部，婚事就定在明年3月，草长莺飞，春和景明，果然是公主出嫁的好日子。我不嫁。即便我真的要嫁，我乃中宫嫡出，婚嫁大事岂是你们2人可以向我冒昧提起的？自会有皇祖母和皇阿玛、皇额娘向我说。公主说的极是，此事原本不该我2人开口，只是公主也是知道的，皇后娘娘病弱，无暇顾及公主，皇太后年事已高，皇上要一心忙于朝政，所以才将此推心置腹之事交于我2人。说来呀，皇上真是心疼公主是嫡女，所以才选择了蒙古科尔沁部最尊贵、最至亲的王爷为额驸。这门亲事啊，果然是门当户对。你不必拿皇阿玛来压我。纯贵妃若觉得远嫁蛮荒之地甚好，何不让你自己的女儿出嫁呢？这谨言才2岁多，要如何出嫁？公主，蒙古铁骑向来是我大清安定四方的后援劲旅，满蒙联姻也是先祖就留下来的规矩。那又如何？我不喜欢，自然不嫁。公主想天下之养，就该为天下倾尽心力。更何况这次只是让公主遵循满蒙联姻的旧俗。父母在，不远游；皇额娘抱病，永从夭折。我身为长女，理应承欢膝下，洒扫侍奉，以全孝道。公主的这门婚事，要尽的就是皇后娘娘的孝道。怎么可能是皇额娘？她怎么舍得我这唯一的女儿？7、2个早伤，皇后娘娘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公主您一个人。若要中宫之位稳若泰山，就需有强劲的依靠。公主嫁往科尔沁部，便是最好的打算。贤贵妃，何必把这些事情与公主说穿呢？公主不懂父母的苦心，本宫要跟她说一说。公主若不明宫中的道理，本宫也得跟公主明一明。皇上执掌四方，就需安邦定国；皇后娘娘位至中宫，就需母仪天下。公主是天之娇女，就需为大清尽心尽力，为皇上、皇后尽辅佐之责。在这宫里边，卑微如奴才，尊贵如公主，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责任，别无选择。皇额娘，
景色，你皇阿玛既然让两位贵妃去劝你，就说明她决心已定，只差一道圣旨颁布天下。皇上的脾气，皇额娘是最知道的。江山为重，他决定了的事儿，就再难转换。哪怕是皇额娘事先备了万一的侥幸，如今也是不能了。可是皇阿玛还有恒体长公主这个妹妹，恒体长公主是儿臣的姑姑，还比儿臣大了几岁。为什么皇阿玛偏要选儿臣呢？你皇阿玛原本也想让恒体长公主嫁出去，可若真那样做，无疑是加强了太后与蒙古各部的联系。皇额娘的意思是，就因为太后的端淑长公主嫁去了蒙古，所以恒体长公主不能再嫁。是，科尔沁部是我大清最重要的姻亲，是大清安定的后盾。要嫁，只能嫁最亲的人。而你，若是嫁去蒙古联姻，便是对皇额娘和富察氏一族最大的扶持。所以，只能是儿臣了吗？这是最好的机会。这样的机会，不能给了太后的女儿，必须要抓在我们的手上。可是皇额娘，您真的舍得女儿吗？皇额娘从一出生便知道，自己这个人，这一条命，都是属于富察氏的。像你，一出生便是公主，你的一切是属于大清的。作为大清的公主，这是你的职责，也是你最好的归宿。儿臣明白了。儿臣既然存定了孝心，也是大清和富察氏的期望，那么女儿顺从就是。公主，我头一回知道，原来生在帝王家是如此艰辛。还不如做一个乡野村夫的女儿，还没了这么多拘束。本宫无能，不能保住皇子。以后，富察氏的基业和昌盛，一般是要靠景色了。娘娘一番苦心，还是不要多思劳神了，赶紧歇一歇吧。娘娘，娘娘，莲心，快进来扶娘娘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快去请太医啊！哎，娘娘，走，快扶娘娘到榻上。景色出生时，皇后生的大公主就已经夭折，哲妃难产，与二公主一块儿离世，所以很久以来，朕只有景色这一个女儿。直到纯贵妃
生了4公主，但也难以取代景色在朕心目中掌上明珠的地位。臣妾知道皇上一向疼爱和敬公主，在朕的心中，女儿与世无争，怎么教养都不过分。纵然偶尔景色骄纵任性，但朕也从来不以为意。朕一直以为景色会永远待在朕的身边，承欢膝下，从未想过有一天她会远嫁。皇上这般舍不得公主，要不然皇上在京城设立公主府，让公主和额驸成婚之后多回来省亲，这也算是个缓和。眼下也只能这样了。朕只希望景色可以安心地接受这门婚事，从今往后的日子能够和乐美满。科尔沁与大清联姻已久，此番诚意求娶，他们一定会好好待公主的。皇上您也不必太忧虑。但愿如此吧。固伦和敬公主上蒙古科尔沁部，晋封横提为固伦柔淑长公主，明年3月上礼藩院侍郎宗正。哀家知道这个宗正，出身书香门第，是个踏实有才之人。而且，横提嫁入京中，可以时常在哀家面前尽孝。太后心愿已足，再没什么不高兴的。是啊，梅嫔争气，没少在皇帝面前吹风。娴贵妃很尽心。若不是娴贵妃想到反其道而行之，皇帝没准还听不进去呢。也是皇后病重，总要为女儿想个好去处。这个好，在富察氏族人面前，必定心动。皇后娘娘的病，皇上心里有数吗？皇帝当然是知道的，这不，吩咐了提前回銮。皇后，皇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躺着，躺着。朕原本睡下了，但心里面总是念着你和景色，心里不安，所以过来瞧瞧你。谁知你一直昏睡着。臣妾已经好多了。皇上，臣妾想再次去陛下元君祠拜求，希望赐臣妾一个嫡子。皇后，你身子不适，不宜劳动。过些日子，朕打算回銮，咱们也该回京，为景色的婚事准备了。臣妾没事儿。你好好歇着，朕去前厅坐坐，再回来看你。皇后的身子已经糟到了这种地步吗？皇上，皇后娘娘这些年一直是焦思苦虑，太过要强，一直想着进步提气，原本是精神百倍的，但是，皇后娘娘是用心过甚。其实，
大半是心病，微臣们只能医得了病，却医不得心呐。望皇上恕罪。皇上恕罪。这次有景色的婚事冲喜，只要你们细心医治，皇后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是。李煜，为免车马颠簸，皇后的身子受不住，回城改走水路，你加紧安排。这医得了病，医不了心。本宫果真落到如此地步吗？想起来了吗？这个不是你的车吗？珊珊，去自首吧。逃避不是解决事情的办法。如果你不敢去公安局，我陪你去。我打听过，对方伤得并不严重，只要你诚心道歉。不是我做的，我说的不是我。我出国前把车钥匙交给我姐这件事，只有你知道。而且，能够随随便便进我姐房间的外人，也只有你。你到现在还不肯承认，是你偷开我车出去的吗？不是我，我说的不是我。珊珊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急着把我叫过来？雪晴姐，你终于来了！这次我真的出大事了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一时贪玩。可是你要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情啊？那天我把天朗的车开出去了，我还撞了个人。什么？珊珊，你撞人了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好好的开着车，他不知道怎么就撞到我的车上来了。撞到你车上来了？哦，我懂了，你是说你遇到碰瓷儿来了？碰瓷儿？对姐，就是碰瓷儿。他们撞了我车，问我要一大笔钱，我当时太害怕了，就把钱给他们了。你怎么这样啊？遇到这种情况，你应该先报警才对啊。我第二天要去新加坡开会，要报警的话，一定会影响我的行程。我马上就要去商学院上课了，就算不是我撞的，这事传出去，对我爸和珊珊都有很大的影响。我也怕天朗他会讨厌我，想到能用钱解决就用钱解决。好了，珊珊，你真的想的太多了，倒是便宜了那个碰瓷儿的。现在关键的问题是，天朗不知道从哪弄来了一张照片，他认定是我撞人了，还让我明天一起跟他去公安局自首。姐，你要帮帮我，我是被冤枉的，你帮帮我吧。天朗怎么不相信自己人啊？珊珊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帮你，绝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在想珊珊的事情呢？你自己看看。这不是珊珊撞人的照片啊，这很明显是碰瓷儿的后果。照片哪来的？我花钱买的。连你也被骗了，这帮骗子拿了珊珊的钱还不够。珊珊给他们钱了？你看，如果不是他干的，他为什么要给他们钱？你这人怎么说不通呢？珊珊遇到碰瓷儿的，想花钱买个教训。照片谁卖给你的？我报警抓他。你的意思是，卖给我这张照片的人和碰瓷儿的人是一伙的，他们都是骗子？那肯定是啊，要不然为什么拿了钱还旧事重提？这帮骗子永远都不满足，得手过一次还想要第二次。好，那我去报警，把那帮骗子都抓起来，省得日后没完没了。南阿姨，哟，珊珊，南阿姨想死我了。我也想你啊。
我听说你早回来了，也不来看看南阿姨呀？你不是去度假去了吗？我听说你回来，这不马上就来了。南阿姨，这是我给你买的礼物，看看喜欢吗？哎呦，让你这么破费，真不好意思。呵，这帽子真好看。南阿姨，我还给天狼买了个礼物，我能给他送到房间去吗？当然可以，你去吧。嗯。到底是谁把照片卖给天狼的？我一定要找到他。到底在哪儿呢？如果找不到，麻烦就大了。如果到了公安局，那怎么办？就算能瞒过天狼，但绝对瞒不过警察，不能把事情闹大。珊珊，南阿姨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怎么能乱翻天狼的东西呢？哎呀，你有没有给他翻乱呀？他会不高兴的。南阿姨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替我保密好不好？千万不要告诉天狼，他一定会生气的。哎呀，我没说要告诉他呀。天狼，他现在都已经很讨厌我了，我怕他知道了以后再也不理我了。你跟天朗之间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见过面了？南阿姨，你帮帮我吧，你帮帮我吧，求你了。哎呀，你先坐下来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站住！今天别想走。又是你，你跟踪我？来的正好，我要找你算账的事儿可不止一两件，别的以后再说，先说说你诈骗的事儿。诈骗？我一直都没搞明白，你跟曲珊珊不是朋友吗？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她？真没有想到，你年纪轻轻的，却一肚子坏水。你说的我一句话都没有听懂，这跟珊珊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来就是想问你，7月23号到底谁开的这辆车？怎么？上次卖照片的钱不够，你还想再要？什么卖照片的钱？你给我说清楚了。还在演戏呢？我是不会再上你们的当的。除了我还有谁啊？你还装？我把照片交到公安局，你就知道厉害。随你怎么样。只要跟珊珊没有关系，我就不用担心伤害她了。明天要是谁不去公安局，谁就是小狗。明天我等你。什么？哎呀，怎么会遇到这种事呢？所以我一定要找到那张照片。如果他们拿去公安局的话，我就百口莫辩了。哎呀，珊珊，不是南阿姨说你，你怎么能交这种朋友，这么不地道？我看，她是故意拉着卖花老太太到那找你碰瓷儿的。哎呀，你说现在这些女孩不达目的绝不罢休，她肯定是想从你这儿弄点钱。南阿姨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倒觉得天朗这么做是对的，就应该把他绳之以法。可他们是一伙的，可以相互作证啊。这简直就是诈骗团伙嘛！我妈妈要是在的话，她一定不会让别人这么欺负我的。我想我妈妈。好了好了啊，珊珊跟欣欣一样大，欣欣也会像她这样哭着叫妈妈吗？被人欺负的时候，有人会帮她吗？珊珊，南阿姨帮你出这口气。南阿姨，你对我真好。你跟她约个时间，我倒要看看这小丫头是何许人也。喂，
珊珊，什么这么多？当然没问题了。哎，别，10点我一定准时送到。啊，奶奶，来大担子了。啊，100支玫瑰花，30盆一品红。这么多啊？谁要的？居士度假村10点前一定要送到，抓紧啦。哦。哎呦，就这些了，您点点对不对？对的。庆龄小姐里面请。啊，去哪儿啊？这花钱还没结呢。里面结。在这里。谢谢。你好，是在这儿结账吗？用不了这么多的。也只有这么多。不是，我想你应该搞错了。再多了也没有。如果你识相呢，就赶紧拿走。贪心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不是这位阿姨，我想你应该搞错了。你不是叫青灵吗？对呀。你怎么知道？你认识我？我了解你的底细。福利院长大，在花圃工作。我听说，前不久你跟一个中年女人在一辆高档车面前躺着行骗。你们还靠碰瓷儿赚点外快吗？你在说什么呀？什么碰瓷儿行骗啊？你急什么呀？你这女孩看上去呢，挺乖巧，挺聪明，怎么干出这种事情？我想这不是福利院教你们的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许侮辱福利院。哼，是你在侮辱你们福利院的名声。我警告你，这1万块钱是我最后的底线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找我孩子的麻烦，更不要勒索他们的钱。要不然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你这个人简直不可理喻，我甚至不知道你是谁，你的孩子是谁。我只会要我的花钱，别的我不会要的。哼，看见了吧，狐狸尾巴露出来了，太狠了。刚才呢，我拍下了你拿钱的过程，这是你勒索钱财的证据。我说过了，我只会要我的花钱，你的我1分都不会拿。可是这上面只录了你拿钱的过程。你为什么要陷害我呀？你到底是谁？我这叫以牙还牙。你是谁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但是我要提醒你，你要是想过富足的生活，就请你靠你自己的双手，歪门邪道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你说我要真把这段录像交给公安局，让他们公布在网上，我想你还能在这个城市待多久？如果我是你，我就拿着这钱，车祸的事从此一笔勾销，我也不会再给你别的钱。车祸？哪来的车祸？你到底是谁啊？别忘了你的证据。段夫人，这是您的东西，您忘拿了。
定要阻止他到公安局。停车！干嘛？想跑啊？这都11点了，警察也要下班休息啊。再说我从早晨等你到现在，我连早饭都没吃，我真的快饿死了！快停车，我现在就要吃。叫什么叫？一会儿到了公安局附近，我会带你找车的。我等不了了，就那家，就那家。干什么呀？快停！危险！随便吃一点，你快停车啊！哎，珊珊，你确定要在这里吃吗？我都饿死了，就在这随便吃点呗。这里的卫生肯定不合格，要吃你自己吃。那你在这等我吧，我可等了你1上午呢。老板要一碗面。哎，好，稍等啊。不管，疼就疼吧。你的面好了。谢谢啊。珊珊，你没事吧？啊？我的脚怎么了？要不要救？送我去医院啊！送去医院。医生，谢谢啊。疼死了，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吃个饭弄成这样。行了行了，别叫了，来给我。珊珊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去取药啊。哎，你把这个脱下来吧，多脏啊！不然里面衣服都弄湿了。来，帮我拿着。那边人多，估计要10几分钟，你在这等我。你说你就因为这点事儿把自己弄成这样，你把人撞了，你就给人赔个不是，多给人赔点补偿。你的履历上以后要有这么一笔，多不好啊！你可是山城集团的继承人呐。你放心吧，我可是居士平的女儿，可不能给你丢了脸。这件事我一定能处理好的。现在有了这个，就万事 OK 了。你把自己都弄成这样了，有什么可高兴的？做大事，可不能仅靠你这点小聪明。要继承山城集团，你要学的还多着呢。爸，你能不能不要老是打击我嘛？杨特助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珊珊呢？剧东把珊珊送回去了。那他有没有把我的外套给你？没有，我不知道。糟了，我的车钥匙还在衣服里呢。是杨特助。一定是段天狼打来的，要他的衣服。你就跟他说，衣服送到干洗店了，让他去取。也不知道那个阿姨是谁。原来你在这儿啊！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什么味儿啊，身上？还好意思说？还不是因为你？我才刚来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好了，我不想跟你吵。不是说要去公安局？走啊！还去干什么呀？照片都洗糊了。我说你是不是故意的啊？现在都几点了？我都跟你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我想怎么样？我还想问你想怎么样呢？你这人……经理，干什么？能不能声音小一点点？客人们都看着呢。跟我走。干嘛呀？我们找个地方，好好的把这件事情说清楚。看什么呢？副总，刚才经理拉着一个女孩走了。你干嘛呀？你放开我！过去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这个流氓！你信不信我报警抓你啊？
电视剧看多了吧？我要不是因为没有证据，我还想报警抓你呢。我又没犯错。他是个色狼，这里太危险了，不行，我得溜。你身上什么味儿？天狼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天狼，这是你的专用休息室，他怎么进来的？姐，你别误会啊，我。你这个色狼，你简直不是人！喂，天狼，怎么回事啊？姐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对那个女人可不感兴趣。我身上有味儿，你身上才有味儿呢！莫名其妙占我便宜，早知道该多踢你两脚。东区的别墅包括装潢已经全部竣工了，作为别墅式酒店，下周可以投入运营。通知企划部，别墅酒店的广告宣传全面启动。是的，总经理。老边跟你说什么？还不是老八样，责任心、积极性。人家那是爱护你，他让我去写广告。我丁海，我可是资深财经报道记者。正泰酒店别墅的广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负责拍照。走吧，搭档。丁海，你，我要结婚了，到时候请你来。你真美，他配不上你。我忠实的爱慕者，到那天，你会来吧？当然，我一定会出席。那天婚礼见。这富家女啊，最终还是选择了白马王子，所以兄弟，你就想开点吧，人家从头到尾就没有把你当异性看。喂，我跟客户在一起，今天没时间了。拜拜。有个青灵在身边多好，还不懂得珍惜，又是纯情女，又是富家女，你不累啊你？长青，我们今天联手去钓个最有钱的女人怎么样？我可跟你比不了啊，你玩得起，我呀，输不起。你一个人在这慢慢疗伤吧，我呀，先回家陪我的丽丽，然后再到杂志社赚点加班费。滚！再见。哎，你酒钱都还没付呢，你。我们见过，还记得吗？那又怎么样？你这身行头还不错啊。你别误会，我不是那种靠女人吃饭的无耻之徒。
我有正当的工作，我只是缺一个请我喝酒的朋友。我可没有兴趣当你的朋友。我女朋友刚刚给我结婚请柬了，我真心的祝福了她。你说的是刘雅丽吗？她可跟我说了，你们俩只是朋友。她是这么跟你说的。原来我一直自作多情。你呢？你为什么心情不好？我没有兴趣跟你交换心事。不需要负责、不用担心的陌生人，有时候比亲近的人安全得多。亲近的人？什么是亲近的人？家人、朋友，还是爱人？你又能信任什么人？陌生人。不管我说什么，你都不用怀疑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所以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无条件的相信。哎，青灵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丁海送宵夜，可是给他打电话都打不通，他又不喜欢我上楼打扰他，要不你帮我把他叫下来？丁海在楼上开会呢，要不我帮你拿上去吧？也行，反正我做了那么多，请大家一起吃。谢谢啊。时候不早了，要不你早点回去吧。啊，注意安全。啊。好。欺骗无知少女，丁海，你就造孽吧你！有没有兴趣兜兜风？你的车呢？来，谢了。我今天没开车，因为出来买醉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刚才你请我喝酒，现在我请你喝茶吧。不买醉了。去哪儿？你愿意相信一个陌生人吗？我宁愿去买彩票。走。小溪，这是哪儿啊？这里还没正式开放，不过我家就在这儿。你家？哪一间啊？你家的意思就是说这间房子是你的？是的。你没错，这确实是别墅酒店样板间的钥匙。你干什么？怎么会在他手上？那现在钥匙可以还给我了吗？你的房子有多大？多少钱一平？什么产权的？你笑什么？停车！喂，哎，你干什么？开车！喂，神经病啊你！神经病！孩子查车祸的事儿，又是丽丽那个大嘴巴吧？奶奶并不怪那个肇事者。为什么？2个原因。首先是因为你，正是因为这个车祸，我们祖孙俩走得更近了，不是吗？还有一个原因，每个人都有他的伦理道德和是非观，
那个逃跑的人，之所以逃跑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事。可是知道自己做错了就不应该跑啊！好了好了，你看，我们俩现在坐在这里，欣赏着美景，该有多幸福啊！有的时候，放手，反而更容易得到幸福。试试放手吧。连奶奶都这么说了，那好吧。好。啊，你是说，跑车男的姐姐撞了徐奶奶？姐姐她当时也是因为害怕，所以才走的。她现在也知道错了，也想弥补。她让我帮的忙，我一定得帮啊！她是我大姑子，你也是有家有室的人，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吧？可是，这样的话，徐奶奶不是也太委屈了？我会补偿她的。青林怎么可能会收你的钱呀？那总之，你先替我保密好吗？算了算了，就当我今天没来过，什么也没跟我说，我也就当什么都没听到好了。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，丽丽。好了，事情我都跟你说了，该怎么办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青林还等着我给他转账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等等，丽丽，你刚刚说什么？你要给青林转账？来坐，快坐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钱，你转账的时候顺便就给青林转过去，这样他就能收下了。别忘了把票据给我。这样好吗？青林肯定会回来找我的，到时候有什么事让他来找我就行了。丽丽，丽丽，你是疯了还是眼睛花了？你知不知道多给我打了多少钱？你多给我打了10万，整整10万！你吓死我了！珊珊为了讨好大姑子才这么下血本了？你说什么呢？那钱是珊珊给你的，打给徐奶奶的。珊珊，那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她还不是看你为了车祸的事儿忙里忙前的，太累了，不想让你这么累。我觉得她说的挺对的，这事儿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考虑实际的情况，对吧？有了这笔钱，可以让经济宽裕一点，更何况你现在做香水多需要钱呀。那这笔钱也不能由珊珊来出啊。你听着，珊珊觉得这事儿跟她男朋友有关，所以她已经觉得内疚的不得了了。青灵，我看算了吧。哎呀，跟你说不清，我去找他去。哎，不，青灵，珊珊，我来了。怎么样，脚好点没有啊？好多了。你这人怎么约我你迟到啊？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对了，把你的银行账号给我，我把钱还给你。你怎么这么犟呢？珊珊，谢谢你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不过我要收你的钱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你要是不同意，我就顶多拿着现金到你们家跑一趟。真是的，我犟不过你，一会儿短信发给你。那奶奶被撞的事情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奶奶说了，放下反而更容易得到幸福，所以我想了想啊，暂时不追究这件事情了。你真的决定放弃了？天朗回来了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珊珊都在这等了你好久了。脚好了，差不多了，谢谢你啊，那天那么及时送我去医院。珊珊，谢他什么呀？要不是他听信了骗子的话，要拉你去公安局，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啊。那件事情还没有查清楚。你怎么还较真儿呢？那个青灵就是一个惯犯，上次我还差点被他和一个老女人给坑了。你不信可以问陈律师，是他帮我解决的，一样的碰瓷儿。真的？还不信？那个骗子又跟珊珊要了10万块钱。珊珊，把银行转账单据给他看一下。雪琴姐，磨蹭什么呢？拿给他看。你看看这个就知道我没骗你了。天朗，那个女孩我也见过，上次我给了她1万块钱，她没要，我估计她是嫌少，这次又跟珊珊要10万，我看她是吃定珊珊了。你看看。
我们3个人的话你都不信，就信那张照片。那张照片不也是你花钱买的吗？啊，这么看来，我们4个人都被骗过，都是受害者。你脑子不好使吗？为什么又给他钱？他那种人，你越是听他的话，他就越觉得你好欺负。我还不是怕他又找你麻烦吗？笨死了！这件事情我会替你处理。看到没？天朗说要帮你出头，这可是你们发展感情的大好机会。没想到你还肯帮珊珊，真是热心肠啊！拿出票据，本想让天朗远离青灵，没想到适得其反。天朗，我说过多少次了，你不会敲门啊？吃水果。天朗，青灵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办？不能再放任他，一次又一次的找我们的麻烦，不反击，他还以为我们怕他。你又要去报警啊？为什么不啊？陈律师有了你这张票据，就能够让他去坐牢。天朗，别这样，我跟他毕竟是朋友。你脑子坏了？他要是把你当成朋友的话，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你吗？他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，你不知道，他是一个孤儿。上学的时候，为了能有钱给福利院的孩子们买吃的买书，他就去采些野花去卖，所以他把钱看得特别重，也情有可原的。天朗，这次你就放过他吧，好吗？身世可怜，那也不能当成去犯罪的借口啊。天朗，就看在我是他好朋友的份上，你就放过他嘛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惯着他了。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答应我了。你对我真好，我还挺感动呢。你干什么啊？神经病！说吧，到底找我什么事儿？哼，还是第一次遇见像你这种厚脸皮的女人，做了亏心事还理直气壮的。我没时间跟你吵架。我比你忙。签字。什么？保证书？保证以后再也不跟珊珊见面，保证以后再也不拿车祸的事兴风作浪，不管有什么理由，保证以后不骗人钱财，坚持勤劳致富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对你来说是保证书，对我来说是保障书。我答应过珊珊放你一马，可我不认为你会懂得感恩。为了避免你再次坑蒙拐骗，我拟了这份保证书。签字。签完字之后，我才会兑现我的承诺。什么承诺？放你一马。只有一次机会。神经病！是我放你一马吧？我要不是看在珊珊的面子上，我早就揍你了。我车祸的事，对我行凶。住口！那是误会，不许你信口诽谤我。敢做不敢当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这样把人推到罪犯的位置上，然后再威胁勒索的吧？啊？我相信用不了多久，你还会说我性骚扰你，然后再向我要求钱财补偿是吧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侮辱我！我真不知道珊珊怎么会看上你这种人，臭气熏天。心情好多了。这味道，这个，你还给你。这味道怎么会有一种让人静心舒畅的感觉？
青灵，阿海，给份子钱。谢谢。跟我那么客气干嘛？2000够吗？够了，他们又不缺钱。那可不一样，她可是你上司的女儿，多随一点礼，也许能对你好一点啊。你还真是什么都信啊！这是给我曾经想追求的女人的份子钱，真的够了。呀，糟了，我跟任阿姨约好，竟然忘了，我得赶紧去了。哎，我给我妈打个电话，说你在我这儿，让她稍等一会儿，你慢慢。千万不要，本来就是我不对，我应该及时赶到的。要不你帮我给阿姨打个电话也行，你帮我劝劝她，我怕她生我的气。我妈是不是让你伤心了？当然没有，是我自己太笨。阿海，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，我怎么做才能让阿姨开心啊？傻瓜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青灵，不要怪我妈，她一个人把我拉扯大很不容易，对你要求高，也是出于爱我的心理。这你不用说，我当然知道。你这么善良，时间长了，妈总会了解你的，她一定会喜欢你的。我先走啦，走啦。